全世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媒体法律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29岁的韩国女子因为孤独而进入美国高中。南华早报，一名使用虚假档在新泽西州一所高中就读的韩国妇女，在对提供虚假政府档表示不认罪后，将被允许参加审前干预计划。她的律师说，拥有罗格斯大学学位的嗨正慎试图回到一个安全和热情的地方，一个她深情回顾的环境，是面临心理健康评估。如果完成该计划，可能会看到对她的指控被驳回。女子起诉朱莉安妮，称她强迫她发生性关系，欠她200万美元。南华早报，鲁迪·朱莉安妮 （Rudy Giuliani） 的前雇员诺埃尔·邓菲 （Noel Dunphy） 在法庭当中声称，前纽约市长强奸了他，并欠他大约200万美元的未付工资。作为诉讼的一部分，邓菲声称有朱莉安妮发表性评论、要求性行为以及发表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言论的录音。朱莉安妮的发言人强烈否认了这些指控，并称该档轻浮。美属维尔京群岛表示找不到埃隆·马斯克在杰弗里·爱泼斯坦诉讼中送达传票。英国独立报，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正在寻求向特斯拉发出传票，以取代其缺席的亿万富翁老板埃隆·马斯克。该诉讼涉及维尔京群岛对摩根大通提起的诉讼。当局希望特斯拉提供将马斯克和摩根大通与杰弗里·爱泼斯坦联系起来的档，后者正在等待性贩运指控，并于2019年自杀。当局认为，爱泼斯坦可能将马斯克推荐给了摩根大通。从2002年初开始，与爱泼斯坦参与人口贩运有关的档，以及与马斯克与摩根大通关系有关的支付转账，都处于危险之中。维尔京群岛政府去年起诉摩根大通，该银行过去曾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负责。美国逮捕男子，罪名是担任北京的未注册外国代理人。南华早报，一名63岁的华裔男子因涉嫌担任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而被捕。来自马萨诸塞州布莱顿的梁立堂 （Letong Young） 被指控向香港官员提供有关波士顿地区团体和个人的信息，组织反抗议活动，并为公安部推荐新成员。梁小军被控2项与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有关的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此案发生在其他激起居民指控中国政府进行跨国镇压之后。报告指责联邦调查局处理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的涉嫌调查。金融时报，根据特朗普政府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 （John Durham） 的一份报告，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对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之间联系的调查缺乏分析严谨性，并且存在偏见。达勒姆的报告发现，当联邦调查局5年前发起调查时，美国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都没有勾结的证据。但是，该报告没有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达勒姆的办公室已经提出了3起与调查有关的刑事案件，导致1起认罪和2起无罪释放。对特朗普与俄罗斯调查的调查终于结束。英国独立报，特别顾问约翰·达勒姆 （John Durham） 对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政府之间涉嫌联系的调查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但仅以1项刑事定罪告终。达勒姆被特朗普政府钦点，以使联邦调查局的努力失去合法性，以确定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努力改善他的候选人资格相协调。达勒姆指责联邦调查局患有确认偏见，并根据原始、未经分析和未经证实的情报对竞选活动展开调查。达勒姆只对刑事被告提起了少数诉讼，试图诋毁该部门的调查，其中包括一名联邦调查局律师。他承认篡改了一封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用于确保对前特朗普竞选顾问的监视令，以及另外2名与特朗普、俄罗斯调查有关的人物在审判中被无罪释放。达勒姆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与迈克尔·霍洛维茨对特朗普、俄罗斯调查起源的调查不同。霍洛维茨在报告中表示，联邦调查局有足够的理由开始调查特朗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政府之间所谓的关系。联邦调查局收到了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的举报，他声称特朗普竞选助手乔治·帕帕佐普洛斯 （George Papadopoulos） 吹嘘俄罗斯人收购并准备发布有关特朗普民主党对首前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的破坏性资讯。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 （John Durham） 的调查一再受到特朗普支援者和反对者的批评，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试图破坏联邦调查局的信誉。批评人士声称，达勒姆的调查是为了给特朗普带来有利的头条新闻。特朗普一直试图使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结论失去合法性。这项调查现在被视为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美国警告不要非法越过墨西哥边境，因为第42条结束。路透社，
美国当局警告说，在重新开放庇护城市期间，从墨西哥过境的未经授权的移民将面临更严厉的后果。该城市受到 COVID-19 大流行措施的限制。新规定将意味着每天有多达5000名移民可以进入该国，尽管没有证明有居留权的移民将面临驱逐出境、5年最低禁止再入境和可能的起诉。然而，一些美国庇护官员担心这些变化会损害拜登政府竞选承诺所维护的国际保护和人权。与此同时，边境国家关闭了过境点并加强了安全措施。特朗普声称达勒姆调查将揭露世纪罪行，这是他真正发现的。多伦多星报一项调查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与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之间关系的起源的调查已经结束，发现了重大缺陷。这项调查是美国政府官员可能不当行为的4年调查的高潮，其中包含对联邦调查局的严厉批评，但几乎没有重大启示。尽管如此，这被视为长期谴责俄罗斯调查的特朗普支援者以及特朗普的反对者提供了素材。他们说达勒姆团队微博的法庭记录表明他们的调查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闹剧。该报告发现，联邦调查局在启动特朗普俄罗斯调查时行动过于仓促，依赖原始和未经证实的情报。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容易出现确认偏见，忽视或合理化可能削弱其调查前提的资讯。达勒姆表示，可能需要进行更多改革，并且通过确定一名负责挑战调查中采取的步骤的官员来对政治敏感的调查进行额外的审查将是理想的。美国参议院确认拜登提名人为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第一拉丁裔法官。路透社布兰德利·加西亚 Bradley Garcia 在参议院确认后，成为第一位在美国 DC 巡回上诉法院任职的拉丁裔。加西亚是美麦斯公司的前律师，现任美国司法部成员，由拜登总统提名，并以53-40的投票结果获得批准。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和阿拉斯加的丽莎莫尔科夫斯基，谁是共和党人，投票赞成他。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被认为是美国第2重要的联邦法院，仅次于美国最高法院。德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关闭柏林的秘密远警哨所。彭博社德国呼吁中国关闭德国所谓的非法远警局，据信北京利用这些远警局来恐吓持不同意见的外籍人士。德国报纸《世界报》Die Welt 去年首次报道了这些由中国政府运营的电台。该报显示，德国有5个地点被用来监视并可能胁迫反对北京的华人社区成员。尽管北京承诺在2月关闭这些远警局，但该国仍有至少2个流动远警局在运营，促使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合作，更广泛地解决这些活动。远警局的确切目的尚不清楚，但据信他们旨在打击世界各地的中国裔人士。然而，中国公安不否认有任何参与关闭远警局的承诺被淡化了。赌场的自助餐工人因突然裁员而赢得诉讼的复兴。路透社上诉法院裁定，在皇后区经营名胜世界赌场的云顶纽约可能违反了联邦和州法律，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在其渡槽自助餐解雇了177名员工。原告的律师声称，根据纽约法律，云顶应该至少提前90天通知工人，或者根据联邦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法案的规定提前60天通知工人。自助餐与赌场分开，有不同的制服、不同的入口和建筑物的不同区域。假学校、假学生，犯罪分子嘲弄教育签证。澳大利亚时代报根据一项审查的结果，澳大利亚薄弱的教育签证和移民系统正在被犯罪团伙利用，他们正在将假学生涌入该国从事性行业等非法业务。该报告是在媒体进行一系列调查之后发布的，并指出该系统存在缺陷，可能需要进行大修。审查发现，75%的外国学生是由不受监管的代理人带到澳大利亚的，并强调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被用来将低技能工人带入陷入困境的移民系统的担忧。警方称，一名因酒后驾车被捕的男子试图与狗换地方。多伦多星报一名司机在科罗拉多州因超速而被拦下后，试图与他的狗交换位置以避免被捕。远警看住这名男子在从乘客侧离开之前在车内操纵，而他的狗坐在驾驶座上。司机似乎喝醉了，当被问及他喝了多少酒时，他从警官身边跑了出来。他在20码内被抓获，在医院检查后，因涉嫌酒后驾车、持有毒品和先前的逮捕令而被捕。起诉甲骨文的律师因诋毁女性的气味而受到法官的指责。路透社原告律师发现自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未能证明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以93亿美元收购 NetSuite 的交易中，一名女性董事会成员不是独立的。法官确认，这些律师在诋毁女性高管的能力方面有一些后果，
因为针对甲骨文董事会成员雷尼·詹姆斯 （Renee James） 的索赔，在7个月前的2019年12月就已经被驳回了。此外，副校长山姆·格拉斯科克 （Sam Glasscock） 确认埃里森和萨夫拉·卡茨 （Safra Katz） 在确保交易时没有违反他们的信托义务。如果公司要求高价，卡茨愿意离开。索赔的失败发生在3年的诉讼之后，原告指控埃里森利用他对公司的控制，将其推向一项只符合他的利益的交易，而不是甲骨文股东的利益。前芝加哥美国律师约翰·劳士加入科克兰律师事务所。路透社，前芝加哥美国律师 John Lausch 重新加入 Kirkland 与 Ellis， 成为其政府、监管和内部调查业务团队的合伙人。劳士于3月辞去了芝加哥最高联邦检察官的职务。他于2017年被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担任该职位，并被要求在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援下继续留任。然而，由于个人和职业原因，他拒绝了。劳什于1997年至1999年在 Kirkland 担任合伙人，并于2010年至2017年成为合伙人。唐宁街拒绝透露苏纳克何时兑现移民承诺。金融时报，英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削减移民水准，尽管截至3月的1年中净移民人数增加到估计的56万1000人。然而，社会护理和 NHS 等关键部门对外国工人的需求意味着政府2019年减少移民的宣言承诺不太可能实现。移民部长 Saul Braverman 在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举办的活动中发表讲话说大规模和快速的移民在住房供应、公共服务和社区关系方面是不可持续的，这不是仇外心理。谢谢大家收看法律简报。